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啊，有一个名叫周杰的人，当过霍丘县令。罢官以后呢，他就在淮河一带进行游历。游历可是游历，当时正好赶上灾年，百姓们正闹饥荒，也找不到旅店，周杰呢就只能四处去借宿。说有这么一天，这周杰啊来到一个村庄，远远看着好像还有炊烟，他就走进这个村子，找了一户人家，敲了半天门，终于有一个女子前来开了门。这周杰呢就说明了想要借宿一晚的这么一个来意。那女子说呢，说家里没粮，老少都病了，没法待客，只有一间堂屋，有一张空床，您要是不嫌弃啊，就在那里将就一晚吧。这周杰呢一心想，这会儿能有个住的地方就已经不错了，因为天色已经很晚了。他呢就在这住了下来。那个女子呢就帮忙简单收拾了一下，然后就在周杰的面前侍立。过了一会儿，他的妹妹也出来了，但是呢躲在他姐姐的背后，看不见正脸。周杰自己啊带着干粮，从这个包袱里边拿出2张大饼给了这2个女子。这姐俩拿了饼就进了里屋，关上门睡下，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这四周突然出奇的安静，这周杰内心啊就感到有点害怕。好在一晚上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到了第二天天光大亮，周杰啊收拾好这个行装想要离去，就招呼那姐俩想要辞别。可是奇怪的是，连着喊了好几次，那个里屋都没有人回应。周杰越琢磨越感觉不对劲，于是呢只能破门而入。房门打开以后，把周杰吓了一跳。只见这屋子里面堆满了死尸，几乎全都已经朽烂，只有昨天晚上接待他那个女子，看上去啊好像才死了10几天的样子。他的妹妹躺在他的身旁，面目已经干枯。昨晚上周杰给的2张饼还放在他们的胸口。这周杰呢是个好心人，看到这一幕，先是感到恐惧，然后感到可怜，最后呢把这些尸体就全都给掩埋了。周杰的故事来源于《启神录》，写这本书的人是5代宋初的一位名臣，他的名字叫徐铉，曾在南唐为官，后来呢跟随李煜归顺了北宋。剔除故事中的迷信成分，不难看出啊，辗转于饥荒之中的南唐百姓的悲惨遭遇。感谢您来到烽火照东南，这是慢聊5代十国的第19集，片中内容将会重点参考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5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占据地区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以及福建、湖北的一部分。这一地区啊是当时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然而即便如此，由于租赋苛重，一遇上灾年什么的呀，这百姓们仍不免于饥寒。前面几期节目当中，我们重点聊过了南唐列祖李昪，大致讲了周世宗才荣3征淮南时期的南唐中主李璟。本期视频啊，咱们来重点聊聊有着千古词帝之称的南唐后主李煜。南唐列祖李昪病逝以后，他的长子李璟登上皇位，史称南唐中主。其实在最早选择太子的时候啊，这个李昪是有所犹豫的。李昪一共有5个儿子，长子李璟，次子李景迁，三子李景遂，四子李景达，五子李景替。这几个儿子啊，大多多才多艺，尤其是李璟。但是作为开国皇帝，李昪并不欣赏他们的才艺，他希望什么呢？他希望有一个铁腕式的儿子来继承他魏晋的事业。李璟虽然是嫡长子，但是性情过于谦和，而且呢书生气太重。李昪因此对太子的人选犹豫不决。有这么一天，这李昪在午睡的时候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什么呢？梦见说有一条金灿灿的大龙在他的宫殿里边蜿蜒而上，鳞甲秉焕，照耀庭宇。这梦啊做着做着又突然醒了，李昪就赶紧叫人来去他梦见的大殿那里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人。工人很快回来禀报，说是齐王正在那里等着请安，时间方位举止什么的
和李变梦里都完全一致。这齐王呢，就是李璟。李变因此觉得天意谆谆，信非偶然，成吾家事，其为此子乎？说看来这是天意，如此将来能成就我家大业的只能是他。于是是旬月之间，遂正储位，定下了以李璟为接班人。这段记载啊，如果确实有所依据，那可把这李变坑得够苦的。李变早年有意向传位李景达和李景遂，这俩人任何一个当皇帝，可能都要比李璟更加合适。南唐中主李璟一朝，政治混乱，经济恶化，军事外交双双失利，朝中的重臣们拉帮结派。咱们在上一集有所提及的，李变在临终前特意叮嘱李璟说：“汝守成业，以善交邻国，以保社稷。”但是这李璟是怎么做的呢？他是主动出兵，先后在福建和湖南用兵，想要吞并同属南方当时相对弱小的两个国家闽国和楚国，可是全都竹篮打水一场空，功亏一篑。所以当后周的柴荣来攻打南唐的时候啊，几乎打得李璟是跪地求饶。最终呢，丢掉了整个淮南14个州、60个县的土地和人口。这里我们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李璟，他治理国家的确是有稀松平常的一面，但是至少对民楚用兵失利的主要责任，我认为应该是当时把控南唐朝政的宋其丘、冯延巳一党所导致的。宋其丘在列祖李变时期啊，是起到过一定积极作用的，但是这个人的权力欲望过分的执着，尤其是到了李璟执政时期，基本上是没起到什么好作用，最终呢，也导致了他本人晚节不保。冯延巳这个人与李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是历史上十分矛盾的一位人物。一方面才高八斗，一方面祸国殃民。冯延巳的词影响极为深远，到什么程度呢？近代的国学大师王国维评价他的词是开北宋一代风气。晚清的刘熙载评价冯延巳的词：晏殊得其俊，欧阳修得其深。说晏殊和欧阳修是北宋的一代词祖，这两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在刘熙载看来，他们都只是各得了冯延巳的一个方面。这种说法未免有所夸张，但是冯延巳的词确实相当的清新典雅。在南唐史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这么一次，南唐中主李璟宴请群臣，席间这李璟啊就开冯延巳的玩笑，说吹皱一池春水，干清何事。这里的吹皱一池春水指的是冯延巳所写的一首词当中的名句：微风拂过，将一池春水吹起波澜。这是个很美的意境，但是关你冯延巳什么事儿呢？那么听到皇帝调侃自己，冯延巳也是很有意思，不动声色地回了一句：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那肯定是比不上陛下您写的小楼吹彻玉笙寒呢。这个马屁拍的是很是巧妙，众人开怀大笑。我们通过金陵城里君臣之间这一组轻松随意的对话，能够感受到当时南唐宫廷里的文化氛围是多么的浓厚。但是南宋的诗人陆游对此不以为然。在《陆氏南唐史》中，陆游这样评价：时丧败不知国击亡，起手称臣于敌，奉其正朔以苟岁月，而君臣相虐，乃如此。国家已经这个鸟样了，你们还在乐此不疲的相互调侃。李璟他自己是一个文化人，又任命了冯延巳这个大词人为相，君臣二人又提拔了许许多多的文人，因此整个南唐就充满了文人政治的特点。但是这群希望名垂青史的文化人，严格意义而言是很难成为政治家的，充其量是文人政客。那么政治家和政客又有什么不同呢？
二者都有着较强的权力欲望，都热衷于政治，行事方式也很相似。不同的是，政治家在热衷政治并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往往会关心民计民生以及社会是否安定，甚至以此作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而政客呢，则是在同样的过程中，为了一己之私，可以不顾民众的死活。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当冯延巳将文学创作的浪漫注入到政治活动当中，就变成了一种张狂。他甚至将此前李昪的治国方针说的几乎一文不值，甚至公然在李璟的面前说先帝绰绰无大略，安陆之役丧兵数千，而辍食资阶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大事？他认为李昪太过于谨小慎微了，没有什么英雄气概，打一场仗才死了区区几千人，他就已经难受的吃不下饭了。这种老农夫怎么能成大事呢？即便大臣狂妄到这种程度，可是李璟居然无动于衷，仍然对冯延巳很是信任和偏袒。朝廷内部也渐渐形成了南北两派人士壁垒森严的格局。一边是以江淮土著为主的宋其丘、陈觉、冯延巳等人，一边呢是以侨寓人士为主的孙胜、常梦溪、韩熙载等人。李璟作为一国之君，无法像他的父亲李昪一样控御臣下，掌控局面。南唐朝廷渐渐矛盾越来越尖锐，军事、外交、经济随之走起了下坡路，国力也渐渐由盛转衰。单纯就南唐的实力而言，即便是李昪时期也是不足以支撑一场全国规模的战争的。但如果行之得当，趁着中原变故，首先控制中原，进而在南下扫平诸国，有没有可能实现统一呢？我认为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其中有3个关键条件：必须要耐心等待中原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必须要及时抓住战机，趁虚而入，必须要动员全部的力量破釜沉舟，3者缺一不可。那么这种机会事实上存不存在呢？从李璟登基到刘知远没有入主汴梁之前，这段时间是刚好符合的。不过这种事儿风险极大，赢了可以一统天下，输了就是亡国灭种。李昪没有等到的机会，李璟等到了，但李昪很可能牢牢抓住的机会，却被李璟轻轻放过。综合这些，也就难怪陆游等史家对其口诛笔伐了。公元961年的7月，在南唐的国都金陵，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一场盛大的登基典礼正在举行。一位名叫李从嘉的青年踩着红地毯，缓缓走向了那个令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宝座。很快他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李煜，史称南唐后主。李煜字重光，是李璟的第6个儿子，生母是光穆皇后钟氏，出生在南唐生元元年，据说出生之日正是七夕。李煜的长相，根据史书的记载，他是广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广额丰颊骈齿都是比较好理解的，前额宽阔，脸颊丰满，牙齿重叠。如果按照古代相术来说，这是典型的天庭饱满、富贵之相。那么重瞳子是说一只眼睛里边有2个瞳孔。现代医学的解释据说是一种病变，有懂的小伙伴可以到评论区进行科普。在中国古代重瞳往往被视作圣人之相，比如三皇五帝中的舜，比如西楚霸王项羽。而李煜骈齿重瞳，时人皆以为其生有其表。他的同母兄曾经的太子李弘济，则因此对他十分的讨厌，百般防范。
东宫太子严苛猜忌，那么李煜是怎样应对的呢？根据《陆氏南唐书》的记载，文献太子务其有其表，从家避祸，为谭嗣荆棘。文献太子指的就是李弘基，从家呢是李煜没当皇帝之前的名字。这段话就是说，李煜为了避祸，无心政治，专心专注的研习经籍，用书籍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来，在皇宫这个名利场的中心过起了隐士的生活。客观的讲啊，李弘基是有一些军政才能的，曾经领兵击败过吴越国的军队。但是很不巧的是，他在959年突然暴病身亡。李煜呢，就这样以最年长嫡子的身份被立为了太子。建隆2年，公元961年的7月，李煜继位于金陵。严格来讲，这个时候他已经不能被称为皇帝。他的爸爸李璟在位的时候呢，因为淮南战事的全面失败，已经自去帝号，向中原政权后周称臣。就在李煜继位的前一年，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夺了江山，建立了大宋。所以当李煜从打接过他父亲留下来的这个烂摊子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注定了在历史的舞台上只能充当一个配角。可是李煜在他当上南唐国主的第一天，就给自己惹了一个大麻烦。南唐的大臣们啊，为他策划了一场按照唐朝固有天子规格的大赦天下的登基仪式。在这个仪式的过程中啊，需要在宫殿的大门口立一根长杆，在杆上呢再立一个木头雕刻而成的鸡，这个鸡的鸡头需要涂成金色，鸡嘴雕着一个绛红色的长条旗帜，下面缀着彩盘。然后在这一切准备妥当的基础上，击鼓宣读赦令，古时候称之为金鸡消息。结果赵匡胤在汴梁听闻了这个消息以后，大为恼火，并以此责问南唐常驻汴梁的使者陆昭福。这个陆昭福见势不妙，急中生智，当下解释说陛下息怒，陛下息怒，此非金鸡，是怪鸟耳。我们南唐搞的那不是金鸡消息，是怪鸟消息。他这一解释呢，反倒把赵匡胤逗得哈哈大笑。这个事儿呢，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可是当赵匡胤发怒的消息传回南唐以后，可把李煜吓得够呛。他赶紧命人起草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表彰，向赵匡胤表明自己的心意。臣本于诸子，实愧非才，唯兼臣节上奉天朝，若曰稍异初心，折蒙意志，岂独不尊于祖拟，实当受遣于神明。大致的意思啊，就是说臣我本来不是当国主的材料，即使继位以后，也会坚持我父亲的路线，全心全意做宋朝的下属。假如我刚刚上位就怀有一心，不仅违背了祖宗的教导，而且还会受到神明的惩罚。不单单是卑辞奉表，连同表彰，他还给赵匡胤送上了一份大礼：2000两金器，2000两银器，3万匹绫罗绸缎。尽管是附属国的关系，但这已经大大超出常规的数量，比他的父亲李璟在赵匡胤登基之初送的贺礼还要多出3倍有余。而且从此以后，南唐对宋朝的入贡从一个临时性质的工作变成了常规工作。不论是宋军出师克节，还是老赵家的婚丧嫁娶，无论大事小情，李煜是时时供，事事供。如果赶上比较大的节日，李煜还会另外送上珍贵好玩的东西。可以说，从他一上台开始，就定下了恪守臣道、偏安江南的国策。他要做的和他能做的，哪怕是卑躬屈膝的面对宋朝的威逼，只要能保住这份祖业，苟且偷生，就已经万事大吉了。
李煜啊是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物，对待爱情并不十分的严肃忠实，但也并非十分腐化糜烂。他的爱情世界有真挚热烈的一面，同时也有水性杨花的一面。他在18岁的时候与大司徒周宗的长女成婚，这个周氏小字娥皇，比李煜要大上1岁。历史上呢，为了区分，将其称之为大周后。大周后其人长得呢是国色天香，并且性情贤淑，通书史，善歌舞，采戏一奇，无不妙绝。连南唐的中主李璟对周氏都十分的赏识。有一次呢，恰逢李璟寿辰，周氏弹奏琵琶为他祝寿。李璟对周氏的才艺很是叹服，把自己十分珍爱的烧曹琵琶送给了他。盛唐时期啊，有一首名曲叫做《霓裳羽衣》。经过唐末的战乱，已经失传。周后在偶然间得到一部残谱，按律寻音，将之复原，让这首名曲复行于世。那么这样一来，一直醉心于艺术世界的李煜遇到了和他一拍即合的知音，就此开始了先结婚后恋爱的甜蜜生活。李煜在这个期间有一首词：小庄初过，沉潭轻注歇而歌，向人微漏丁香柯，一曲清歌暂饮樱桃破。罗袖一残音色可，背身悬背香劳卧。绣床斜屏娇无诺，烂嚼红绒笑向弹郎唾。这首词的词牌叫《一壶珠》，据说跟唐玄宗李隆基有关。李煜在这首《一壶珠》当中向我们展示了他和周氏新婚生活的几个片段。早晨醒来，周氏在嘴唇上涂了一抹淡淡的沉檀色的红膏，然后呢，他转向情郎，微微露出了丁香似的舌尖。撒完娇以后，他就唱起了清亮动听的歌曲。娇小红润的嘴唇一张一合，好像一颗樱桃绽开了一样。梳洗打扮一番过后，两个人又喝了一点小酒，都有了一点醉意，不小心把酒杯碰倒，那个酒啊打湿了周氏的袖口，呈现出一片深红色，很是醒目。小酒喝到最后，周氏有点不胜酒力，他就斜靠在绣床上，扯过几根红色的丝线，放在嘴里嚼烂了，就向李煜这边吐过来。从这首词啊，我们能够感受到李煜是有过一段十分幸福的家庭生活的。他和周氏的感情很好，继位之后不久呢，就册封周氏为国后，宠爱有加。说有这么一个下雪的夜晚，两人饮宴过后，周后就邀请李煜和他一起跳舞。李煜故意调侃着说你如果能现在就写一首新曲子，我就陪着你跳。周后听了以后，马上命人笔墨伺候，一边哼唱一边记录，喉音无滞，笔无停丝，很快就将一首新曲一挥而就。这首曲子啊，名为《腰醉舞破》。李煜看自己的爱人这么有才，于是呢就让周后弹起琵琶，他自己随着这首新曲翩翩起舞。李煜和大周后的甜蜜生活大致持续了10年的时间。他们俩有2个儿子，长子仲昱，次子仲宣。2个儿子都很有才学，特别是这个老二李仲宣。这孩子啊，3岁就可以完整的诵读孝经，听到鼓乐之声就可以分辨音律，又娴熟宫廷的礼节，参加一些活动啊，接人待物好像大人一样。李煜对这个二儿子爱如掌上明珠。那么不幸的是，这个孩子到了4岁的时候，有一次在佛像面前玩耍，正巧有一盏琉璃灯被猫碰翻掉在了地上。这个孩子呢，因为受到琉璃灯破碎声音的惊吓，大哭不止，不久以后呢就去世了。李煜因此悲痛欲绝，常常自己一个人喝闷酒，喝着喝着这个眼泪啊就止不住的流下来。
那么孩子的母亲大周后则更加受不了这种幼子夭折的打击，悲伤过度，一病不起，而且病情是越来越严重，常常是处于昏睡的状态。一开始李煜是的确够得上模范丈夫的，衣不解带，昼夜服侍，亲尝汤药，体贴到无微不至。但是不长时间以后，李煜竟然和当时只有13、14岁的自己的小姨子谈起了恋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小周后。因为是皇亲国戚的关系，大周后的这个妹妹从小就经常出入宫中。李煜的母亲太后钟氏对她很是喜欢，因为姐姐生病，小周后入宫侍疾，这个姐夫小姨子呢，就在这个时期由早就已经存在的暧昧发展到了偷偷幽会的程度。正史当中没有记载两人具体的幽会过程，但是李煜在这个期间所创作的一些词却将他当时内心的喜悦展现了出来。比如那首《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廊边去，铲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晌微人颤，奴为出来难，从军自忆怜。说一个少女沿着花香浮动、轻雾笼罩的小路，光着脚提着鞋，在一个迷人的夜晚悄悄来到一处秘密的所在，走在铺满花瓣的台阶上，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情郎，早就已经等在那里。于是呢，他扑到情郎的怀里，依偎了半天，还在浑身发颤。他对他自己的这个情郎说，我出来一次可是太难了，你要爱就爱个够吧。我们从这首词当中能够感受到小周后对待爱情是那么的热情大胆，而李煜的描写也是那样的出神入化。当李煜和小周后如胶似漆的时候，他们几乎忘了宫里面还有一位正处于高烧状态的大周后。就在小周后想起来去病床前探望姐姐的时候，他的姐姐本来只是随口问了一句，说你什么时候来的呀？这小周后呢，一来是年纪太小，二来是正处于热恋状态，头脑难免发懵，就回答了一句，说我来了好几天了。这大周后是冰雪聪明、七窍玲珑的人物，他虽然病着，但是头脑很清醒。说这小丫头来了好几天了，怎么不来看我？李煜为什么也没有说一声呢？再一联想到一些反常的现象，大周后就明白过味了。自己在病床上几乎奄奄一息，可是李煜和自己的妹妹居然在寻欢作乐。他这心里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对于大周后的结局，有着这样两种说法。一是陆氏南唐书说他会怒至死面不外向，意识到了李煜和妹妹做的好事之后，他是把脸朝向墙壁一边，到死也没有再转过来。那么另一种说法来自马氏南唐书，说他心恶之反卧不复故，但是临死前和李煜有过一番对话，感慨人生苦短的同时，把李璟所赐的琵琶和臂上的玉环留给李煜，与之诀别。几天以后呢，大周后就死在了瑶光殿，当时刚满29岁。这个大周后死了以后，李煜十分的悲伤，一度哭到昏厥，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也为亡妻写下了许多篇诗词怀念。李煜和大周后感情深厚，可是这丝毫不影响他3宫6院的帝王习气。史书中有记载的有这么几个人，有一宫人名为刘珠，通音律攻琵琶。大周后死了以后呢，所做的音乐很多都被遗忘，只有刘珠熟记于心，常为李煜弹奏，由此颇得宠爱。又有秋水、咬娘二人，这秋水喜欢戴花，芳香拂鬓，常常有蝴蝶环绕头上扑之不去。咬娘呢，很擅长舞蹈，身轻如燕，李煜特意为他制作了金莲，让他用素帛裹足，
舞于莲花之中。后来国人纷纷效仿，一时成为风气。这大概就是中国妇女缠足的最早记录。南唐后主李煜受命于危难之际，凭借着书生之才，在几年之间使得南唐的军事外交危机得以缓和，经济的困境有所改善，政治的混乱得以澄清。从当时的形势而言，实属不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李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不足以扭转南唐的颓势，大厦将倒，一木难扶。这个时候就算是秦皇汉武在世，也已经无法阻挡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开宝5年，即便宋朝已经逐一削平了与南唐相邻的一些割据政权，又扣押了南唐楚国公李从善，李煜仍然对赵匡胤抱有幻想，照常遣使入贡，公礼有加。到了第2年呢，赵匡胤又派出了学士卢多逊前往金陵索要南唐株洲的途经，同时征召李煜入朝面圣。那么李煜无可奈何之下，遣使上表，表示愿意接受大宋的封爵官职，只求能够留居金陵以终残年，但是并没有得到允许。当宋朝步步紧逼之际，南唐的朝廷中主张厉兵秣马决一死战者并不乏其人，这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南唐名将林仁照。根据史书记载，林仁照其人生性刚毅，武艺高强，高大威猛，胸前有虎形的纹身。这个人是有勇有谋，在军中深得人心，人送外号林虎子。面对南唐的江河日下，他向李煜提出了一条建议。他说宋朝连年出兵，师旅疲弊，这个时候他们在淮南的防备很是薄弱，不如我们趁其不备，打过长江，重新夺回淮南旧地。而且在他起兵之后呢，李煜可以把他的一家老小全部抓起来，对外宣称攻打淮南跟南唐朝廷无关，全是林仁照自己在搞叛乱。如果成功了，国家得利；如果一旦失败了，可以把罪责全部推到林仁照的身上。那么林仁照的忠心耿耿让李煜深受感动，但是由于担心做不成事，反受其害，所以呢拒绝了林仁照的建议，并把他派到了南都担任留守。汴梁的赵匡胤对林仁照早有耳闻，并且甚为忌惮，于是就花费重金买来林仁照的画像，挂在宫中，又叫来被扣留在汴梁的李煜的弟弟李从善。他指着这个画像说，林仁照以此为信，已经投降了。又指着一所宅院说，那就是给林仁照准备好的宅子。李从善心中惊讶，转回头呢就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李煜。李煜不知是计，怨恨有加，再加上有大臣记恨林仁照，推波助澜，最终李煜派人前往南都，将林仁照毒杀。南唐的武将中有才略的本就寥寥无几，唯独林仁照素来能以威名服众，堪称栋梁。那么这样一来呢，在南唐最需要军队保卫的时候，李煜自毁长城，损失了一员最为能征善战也最忠诚的虎将。事已至此，南唐已经毫无前途。赵匡胤再次派出中书舍人李牧携带诏书前往金陵，劝李煜降宋。李煜唯唯诺诺，称病拒绝入朝。为了阻止宋军南伐，李煜做了最后一次的外交努力，派出使臣入贡，献上帛20余万匹，茶20万斤，钱500万贯，又花重金贿赂北宋的朝臣。但是赵匡胤南伐之意已决，扣留了南唐的使臣，又将受贿的官员治罪。至此，李煜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化为泡影。开宝7年，公元974年的10月，赵匡胤以曹彬为帅，潘美为都监，领兵10万，水陆并进，正式攻取南唐。
北宋灭南唐的战争，一边是赵匡胤经过精心准备和谋划，一边呢是李煜战前准备严重不足，一边是久经战阵老谋深算，一边是书生意气毫无战争的经验。宋师在出兵以后行动极为迅速，由祁阳渡过长江之后，很快就攻占了池州。李煜得报之后下令戒严，并废除宋朝的开宝年号，与北宋开战。宋军主帅曹彬在攻占了池州之后，浩浩荡荡顺江东下，又率领先头部队陆续攻克了铜陵、芜湖、当涂，屯兵于采石矶，打造浮桥，准备接应大部队渡江。那么宋军要在长江上搭浮桥，这简直是旷古未有的事情。南唐君臣听说了以后呢，也都觉得不可能。可是南唐君臣的想法并不能代替现实。当时南唐有个叫樊若水的人，因为没有考中进士，心怀怨恨。得知了宋朝将要南伐，他就假扮成渔夫，来往于采石矶，在测明了江面的宽度之后，他就跑到汴梁向赵匡胤献上了造浮桥以渡大军的计策。赵匡胤依计而行，结果果然3天成桥，尺寸是分毫不差。江北待命的宋军后续部队就这样浩浩荡荡如履平地一般渡过了长江。那么李煜那边呢，急调了水陆各10000余人开赴前线，结果是步军死战，水军的主将拥兵不进，最后一败涂地。宋军乘胜而进，逼近了金陵。与此同时，在赵匡胤的命令下，吴越的前处也出兵攻陷了常州，进围润州。当时金陵城中掌握机务的是陈桥和张继，二人全都立足死战，但是一介书生，既不能临阵杀敌，又不能筹划守御。这个时候实际上掌握军政的是皇甫继勋。皇甫继勋的父亲就是我们之前柴荣那期聊过的皇甫辉。这皇甫继勋负责金陵的防务，但是这个人是个主降派，为了保息富贵，毫无效命之意。部下有献计献策破敌或者请求出战击敌的，往往会遭到毒打甚至囚禁，以至于群情激愤，百姓切齿。李煜用这种人守城，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失误。宋军已经越过秦淮河，兵临城下。陈桥和张继认为呢，只要坚守，旷日持久，宋军疲弊之后，自然会不战而溃。随着金陵形势的不断恶化，皇甫继勋扣押了各地的告急文书，掩饰败绩，又以军务繁忙为由，拒绝李煜的召见。各种错误的信息传递给李煜，李煜呢，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每天仍在和僧道讲经谈义，只等宋朝的大军自己退走。润州是金陵的东大门，被吴越兵围困之后，李煜派亲信刘成前去增援。刘成受命以后，用车子将平日积攒的财物尽数运往润州，还说这些都是国家所赐，如今国家有难，正好散去这些财物，招兵买马。可是到了润州没多久，他就开城投了降。到了957年的5月，李煜终于亲自登上金陵的城头查看形势。只见宋军旌旗遍野，营垒纵横，他终于如梦方醒，又惊又怒之下，紧急召见皇甫继勋入宫。接着呢，以隐瞒军情、流言惑众、御敌不利的罪名将其下令处死。命令下达之后，皇甫继勋刚刚走出宫门，就被军士们一拥而上，栾而食之。此时的金陵已经是一座孤城，宋军与吴越合兵一处，连续不停的攻城。李煜派人突围前往南都，急调南都的守将朱令筠入援金陵，同时呢，派徐铉入宋，献上厚礼，以求缓兵。徐铉来到汴梁，见到赵匡胤，慷慨陈词，声称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
李煜以小事大，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没有任何过失，您怎么能说打就打呢？赵匡胤反问他，你说李煜好像儿子侍奉父亲，你见过父子有分成两家的吗？徐铉一时答不上来，出使失败。南都的朱令筠那边拼凑出了15万军队顺流东下，与宋军遭遇之后，他下令焚烧敌船，不料风向突变，引火烧身，15万大军不战自乱，最后全军覆没，朱令筠兵败被俘。外援无望，金陵形势又一天比一天危急，无奈之下呢，李煜再度派徐铉出使汴梁，极为恳切、字字血泪的请求缓兵。徐铉又一次见到赵匡胤，反复哀求撤兵，语气越说越急，三说两说，把赵匡胤给说烦了。赵匡胤是一手按着宝剑，一边怒道：不许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随即下令将徐铉送回了金陵。这一年11月的中旬，宋军的统帅曹彬派人给李煜传话，说这个月的27日，此城必破，你得早做打算呀。李煜为了拖延时日，和曹彬约定，先送他的儿子李仲玉入朝。可是约定好了呢，又反复推脱。到了27这一天，出现了白虹贯日的异常天象。这一天的半夜，宋军果然攻陷了金陵。李煜率领百官肉袒败于军前，奉表纳降，南唐就此灭亡。当初在宋师南下之际李煜曾信誓旦旦地说，我要亲自上阵，督战士卒，哪怕背水一战，也要保全社稷。如果不能成功，就举族自焚，终不做他国之鬼。远在汴梁的赵匡胤听说了以后曾经嘲笑说，这个书生又在说大话了。果真如此，那孙皓和陈叔宝也就不会投降了。这番嘲笑正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遗憾的是，李煜竟不幸被赵匡胤言中。更为遗憾的是，尽管在当时选择生路实际上要具备比一死了之更大的勇气，但是在世人眼中，李煜已经成了一个懦夫，而他曾经有过的勇气和豪气也就被永远抹杀了。金陵城破的几天以后，李煜领着他的族人和百官冒雨登舟，在宋朝士族的押送下前往汴梁。后来回忆这一段情景，李煜曾写过一首破阵子：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尘虏，沈腰攀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开宝9年的正月，李煜一行抵达了汴梁。赵匡胤命令李煜身着白衣纱帽，参加献俘的仪式。仪式结束以后，除李煜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封了他一个违命侯。从此以后，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李煜开始了他的俘虏生涯。这一段时期，李煜的生活并不像一些文献写的那样凄惨。赵匡胤在世的时候，对李煜还是相当关照的。就在开宝9年的10月，赵匡胤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赵光义登上皇位。赵光义对李煜同样是恩礼有加，至少面子上的功夫做得很好，撤销了违命侯的封号，改为陇西郡公。但是汴梁毕竟不比金陵，对于一个由国主变为俘虏的人，尤其是对于李煜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而言，其中滋味恐怕是一般人难以料想的。这个期间，李煜的一些创作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他当时的心境。比如那首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待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再比如那首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北风光40景物，画面之外是被泪水浸透了的梦境。太平兴国3年的夏天，李煜写下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词《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首词里面没有一个愁字，也没有一个泪字，却处处有愁，笔笔皆是泪。伴随着李煜艺术生命的极致，他的人生旅途也到达了终点。这一年的7月初8，李煜死于汴梁的幽所，终年42岁。赵光义特意废朝了3日，赠太师，追封吴王，最后将其安葬在了洛阳北邙山。小周后在金陵陷落之后，跟随李煜来到汴梁。李煜死后，小周后悲伤过度，不久后呢，也就香消玉殒了。有关李煜的死因是南唐历史上的一个谜，正史全都写作因病亡故，而野史呢则多作被毒杀。史学家们有的认为应该相信正史，有的认为呢野史记载更符合事实的真相。我们说正史未必完全属实，野史呢也未必纯属捏造。结合俯生烛影的蹊跷，以及吴越王前处纳土之后在生辰之日毙命，还有南汉后主的死，似乎都是死于非命。而无论怎样的分析和辩解，宋太宗赵光义都难逃嫌疑。这里还牵扯小周后入宋以后的遭遇。南唐灭亡以后，小周后被封为郑国夫人，经常跟着一些官太太入宫请安。正常情况下，入宫以后很快就会回来。可是小周后每去一次都要好几天才能出宫，每次回家之后呢，都要哭着大骂。李煜经常是婉转避之，几天不出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可想而知。甚至有的文献记载，赵光义其人行事风格很是变态，还曾命人将此种情景现场观摩绘画。这就是传闻已久、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西陵幸小周后图。画面太过于露骨，大家可以自行查阅，来评论区探讨。南唐后主李煜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物，但是尽管治国有守文之美，处事有明断之称，甚至在他的笔下还隐含着一股遒劲风骨、慷慨英气，他却终究只是一个凡夫俗子。一旦命运剥夺了他的地位与权势，使他由一个一国之主沦为阶下之囚，以低于平常人的地位来面对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他便变得一无所有，仿佛暗夜中的过客，彷徨于荒野之中，徘徊于歧路之上，无所适从。而命运无法夺去的艺术才华，也只能用来抒发他满怀的悲伤与忧惧，最终徒增不幸。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这里是慢聊五代十国的第19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如果喜欢，请帮我点赞。五代十国的故事仍在继续，我们下期不见不散。